如果你想要一台帅帅气气的入门巡航，那你现在有新的选择了，颜值扛把子奔达带着它的新部下来了。这车上路就俩字儿：拉风，拉风，还是拉风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来自奔达的辉驰250。辉驰250是今年新出的一款复古巡航啊，目前的售价是16980，颜色一共有5款配色。OK， 我们来整体的看一下这台车的外观，在传统美式的风格里面加了一些现代化的设计。奔达在外观设计这一块一直都是有自己的2把刷子的啊，它就是靠这个走江湖的。那现在大家提到奔达的车，给到的都是饱满啊、肌肉感啊、力量感这样的词汇。辉驰300如此，那辉驰250自然也不例外了。我们从前到后好好的来欣赏一下这台车。你看它前面用了2根非常粗壮的倒置减震，下面配了一个胖胖胎。往中间看呢，整个发动机虽然排量很小啊，但是感觉塞得很饱满，就这样把车的中间部分给撑起来了，几乎看不到一点缝隙。而且不管是气缸还是传动都做得非常饱满，圆鼓鼓的，很扎实的镶嵌在车的核心位置。上面的水滴油箱也是这种饱满圆润的造型。那到了后面呢，主坐垫和副坐垫的厚度也给人感觉很厚重，后面也是宽大的胖胖胎。加了一个圆润的挡泥瓦，所以我们第一眼看上去会感觉这个车在250级别的这个巡航里啊，看起来特别的时尚。它整体的造型也跟辉驰300非常的接近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外观上的一些部件细节。那么作为辉驰系列的第2款车型啊，我们还是能在它身上找到一些300的影子，比如说这个切削轮毂啊，轮胎用的也是同一个系列的，还是采用了圆灯、圆后视镜、圆仪表。辉驰250的前大灯有2个像尖牙一样的，这个是日行灯啊，中间呢是奔达的标志。我们现在来开灯看一下，上面是近光灯，下面是远光灯。从侧面看呢，它的空滤盖子也有镀铬的这种布灵布灵的感觉。发动机的缸头用的外观材料和气缸部分也不一样，而且这里还做了那种模仿顶杆机的外观件，让整个发动机的元素看起来就更丰富了。排气管没有学辉驰300啊，这一次两边的这个排气做了黑化的处理。后面呢是皮带传动，尾灯就很简单了，只有一个长条。我感觉很多厂家在设计车辆的外观的时候，好像并不怎么在意尾灯的造型啊。那它现在整体的外观我们看完了，现在我们来看它的使用和配置啊，我们还是一样从前往后看。首先来看手把部分啊，它这个是可以调整角度的变镜手把，两边是手把的后视镜。右手的按键分别是发动机启动开关、灯光开关，还有电启动开关。然后这个油门的空行程感觉好像没有。那买到这台车的朋友可以看看自己的车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啊？如果有的话呢，建议调整一下，放出来一点空行程，不然回油会回不干净。至于它这个空行程怎么调呢？我们后面会给大家做这台车的使用与调节，大家可以到机智轩 APP 在车型页面里面有一个视频说明书，点进去可以查看。好，来看左手把。左手把前面是超车灯，这里是远近光灯、危险警报灯、转向灯和喇叭按键。仪表我们打开来看一下，圆形的单色液晶仪表，最外圈是转速，这里是档位显示。档位的左边呢是机油指示灯和时间，下面是车速，车速下面一排分别是左右转向、空挡、远光提示、水温报警、ABS 灯和发动机故障灯。再下面是里程，右边是油量。最下方2个分别是左边的功能调节键和右边的功能切换键。继续往后看啊，油箱的容量呢是15.5升加92或者以上的汽油。往下看呢，车架使用的是钢管双摇篮的车架啊，巡航基本上都是这种车架。车架号和车辆的名牌都在车的右前方，一个在龙头这里，另一个在靠近水箱这里。这台车的整备质量是177公斤，轴距1520，最小离地间隙173，在长度上跟黑漆500是差不多的啊，并不是那种小波波那种偏紧凑的车型，只是它的高度没有那么高，从后面看呢，宽度也比较窄。好，我们来看它的机械心脏啊。这台 V2 的发动机虽然在外观上跟它跟辉驰300还是有点像的，但是参数上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。那 V 型双缸由于它的气缸排布特点呢，这种发动机它的体积一般都会比较大，重量呢也更重。你在夏天骑的时候啊，会感觉后面这个气缸有点烫腿，因为它撞风是没有前面那个气缸撞得多的，所以它会比较烫。所以夏天穿短裤骑的话要注意一点。但是 V 缸嘛，就是巡航的灵魂。
那这台机器它的实际排量是249cc， 压缩比11.8:1，刚劲行程几乎是1:1了，所以这是一台取向不是特别偏向扭矩的车。最大功率19千瓦，折合马力25.8匹，在9000转；最大扭矩25牛米，在5500转，配有滑动离合。哦，对了，这里插播一句啊，如果杭州有买了这台车的小伙伴，想测它的加速、刹车还有马力的话，赶紧联系我们。然后我们来看它的减震系统啊，前减震是一个粗壮的黑色的倒置减震，不是传统美式那种闪亮亮的风格，黑化处理也是偏现代风格的一种手法。那后减震呢是双边预载可调的弹簧减震，减震的性格还是比较偏舒适的哈。刹车系统前面采用的是单盘加对向4活塞卡钳，后面是单盘加对向双活塞卡钳。电控有博世第10代的 ABS 和拉线油门的 TC。那轮胎使用的是正新 CST 的胖胖胎，型号是 CM669，跟他哥辉驰300是一样的。前轮是130-90 16寸，后轮150-80 16寸。这个胎是半热熔轮胎啊，还是比较耐磨的。坐垫是跟辉驰300很像的风格，但是后坐垫不太一样。辉驰250这里呢有一根带子，整体的软硬度我们给大家压一下来看看啊，后座是要比前座硬一点的。这台车的座高是720，大部分人都可以驾驭的。我呢身高171，给大家做一个骑行姿势的参考啊。其实这一台车啊，它的骑行坐姿算是奔达的这些车型里面比较偏舒服的了。你看我上半身没有很前倾，那拿破仑那个车呢，我骑的时候上半身就是稍微会再轻一点啊，感觉自己整个人骑上去跟个虾一样。那这台车骑起来我也稍微的试了一下，感觉比奔达以往的车型要稍微的好一点。但这个只是我个人的感受，为了不影响大家对这一台车骑行感受的判断呢，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自己去亲自的试驾一下。那总结来说呢，这台车整体的质感啊，不管是从这个外观方面，还是说它的骑行体验方面，感觉都会比奔达以往的作品要稍微的进步了一些。当然，这台车最主要的卖点还是它的外观，大部分买它的车友也都是冲着这个外观去的。所以既然是玩具嘛，那其实买个开心就好了。那如果大家后续有一些改装案例啊，或者是有一些质量反馈的分享，都欢迎到我们的极致轩 App 里面来分享一下，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粉丝群里面。那我们今天的车型介绍就到这里了，下面进行国际惯例，听个响。